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開始，請觀眾朋友先記得幫我們按讚，留言區可以希望跟我們互動的寫下思敏我在哪一個城市收看，那麼呢我會親自來做回復。那一樣的，看到熱推這個2個字的話，幫我們按下熱推鍵，有助於我們在國際的能見度。今天昨天有看到非常多的網友在上面跟我們做留言互動哦，那麼我都會已經在這些留言已經親自做了回復，希望未來有更多一起的互動。那麼今天節目的大主題會來特別關心到是這一場的美伊戰事哦，川普這時候臨陣退縮了，他這邊特別提到了說要奪下哈格島哦，結果呢秒變和談，原因是什麼？怎麼又突然間塌口了呢？現在呢，包括了美國在中東的盟友也全怕了哦。現在美國還有面臨彈藥快要打光的一個困境，伊朗的鐵拳把美軍打痛了。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先來歡迎我們的在場來賓，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張延廷將軍。思敏好，大家好。台北市議員侯漢廷議員。主持人好，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這一場美伊戰事的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首先，我們先看到第一條，川普其實呢，在昨天晚上我還嚇了一跳，因為他又在放話說他要開戰了，那麼打的力道會是非常的強烈的，他這樣說。結果沒有想到早上一起床之後，才過了看到5個小時之後，沒有想到川普這時候急着說要談和。是被伊朗打痛了嗎？還是他的塔口戰術再度上演？第二件事情是，包括了幾個在中東地區的國家，包括了阿聯、沙烏地阿拉伯、卡達，這個時候都紛紛轉向了，他們都說要跟伊朗來自己恢復接觸。美國的中東盟友已經開始集體止損了，不想再跟美國了嗎？這是第2個問題。第3個問題是，五角大廈此刻開始急催了。軍工啊，我們應該要擴產，而且產量達到現在的3到4倍。但是洛克希德馬丁也坦言說，你要我做這樣子的量，但是交付有非常大的困難，原因是真的沒有辦法做得這麼快。美軍的這一場中東戰事已經達到彈藥天花板了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川普再次上演前一秒還說要開戰，下一秒又談和的戲碼。在昨天晚上的時候，美軍他說的將會動用更大、更強烈的炸彈重擊伊朗，他也甚至揚言說會奪取伊朗的主要出口的石油出口樞紐哈格島。劇情在5個小時之後立刻反轉，川普說美國跟伊朗的諒解備忘錄在最快這個週末就能夠簽署了，一旦協議達成，就會解除對於伊朗港口的封鎖，甚至呢連荷姆茲海峽都可以重新的開放。那麼伊朗呢，他說已經受到了嚴重的重挫，所以比美國更想要達成協議。協議的內容已經獲得了伊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的批准。講了這麼多話，伊朗只是說了一句說，德黑蘭尚未就協議做出最終決定，任何有關簽署消息都只是猜測而已。現在看起来就是川普一個人在自說自話哦。那麼再來看到的是伊朗的方面還這樣說，他說如果美國啊你真的敢動哈格島的話，伊朗方面會給予更堅決、更強大而且更痛苦的一個重大反擊。我們要來看到伊朗的最高領袖的顧問這一位也說了，伊朗會越加嚴厲、越加強力的回應美國任何形式的攻擊。好，今天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漢廷了，怎麼回事？前一天川普說要猛攻伊朗，怎麼現在又說雙方已經有達成一些協議，而且最快這週末就可以談成？到底怎麼回事？漢廷。川普在福斯新聞網，他在這個受訪的時候說，而我的首選就是要奪取哈格島啊，還可以拿到很多的好處，但要看美國有沒有這個決心。總統啊，你不就美國總統嗎？有沒有決心不就看你自己嗎？所以他的大轉彎讓全世界都傻眼了，就連以色列跟伊朗都很傻眼。以色列說啊有協議，不知道啊，沒聽說。然後伊朗說也沒這回事啊，一切都只是猜測。所以總而言之呢，又是他口了。那類似的戲碼突然的反轉，過去幾個月其實已經看了一遍又一遍，甚至呢看到想吐啊。但是川普樂此不疲，反正呢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停，然後宣布我贏了啊。總之都是贏麻了，誰都不能阻止川普的偉大勝利啊，宣布的偉大勝利。
而且呢，他在宣稱伊朗被迫接受協議的時候啊，川普還得意洋洋的宣布：哇，我們有的時候一天晚上就集成了什麼25艘船、15艘船啊，這個反正他每一個數字都講得非常清楚。他甚至還說：誰記得這些數字呢？沒有人記得這些數字。可是我覺得很厲害，因為他背這些數字的時候都沒有看稿啊。那難道這些數字他自己都深深的記得嗎？所以我覺得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也確實沒人知道這些數字，因為都是他現場胡謅、隨便瞎扯的。總而言之呢，極致的反覆無常，或者呢，信口開河，這就是當下美國外交最鮮明的特徵。但實際上，為什麼先前才在喊着要奪島，後面又立刻塔扣呢？我們還是從認真分析。第一個，在軍事上嘛，因為哈格島也不是佔領這麼簡單。它如果真的要奪島啊，你要有2棲的投送，你還要持續的守備，甚至呢，你還要對抗伊朗的更多什麼反艦啊、導彈啊等等的。所以這不是純粹的空炸的空襲，它還有地面跟2棲戰爭。那最後是什麼？最後你就還是要投入到了陸地戰啊。所以陸地戰是美國現在所希望的嗎？當然不是。那接下來呢？如果打哈格島，然後呢，霍姆茲又會繼續的實質封鎖，再來就是油價飆升，美國國內的汽油價格飆漲，通膨爆炸，美聯儲被迫就是要去升息，然後整個市場恐慌，股市大跌，最後選民罵娘。好。那川普能夠接受這一切嗎？不行啊，他當然是希望能夠在期中選舉之前趕快把整個事情穩定下來，所以不可能再透過戰事的升級，反而導致經濟的壓力越來越高。在第三個，在盟友層來說呢，海灣的盟友啊，就是也沒有說很希望他打，是怕啥？大家都害怕美國把戰火燒到自己的家門口，好，燒到自己的什麼海水淡化廠啦、金融中心啊、煉廠啦。所以呢，不論是科威特、巴林，他們私下的意思都很清楚，就不要把火燒到我家的門口。因此，美國就算想要有進一步的动作跟攻擊，但是呢，好像也沒什麼人挺他。所以呢，他打不得，但是又好像顯得慫，這個輸不起，那怎麼辦呢？所以就只能演什麼演，反正不管怎麼樣，我都贏。好，所以現在我們也看到，剛剛漢庭特別幫我們提到，現在盟國對於川普非常的不信任哦。那許多的國家，一方面是不贊成川普繼續打，但是另外一方面想說，現在還是求自保好了。他們決定自己去跟伊朗來談。那當中有幾個國家，我們等一下會特別看到，包括了在中東的這些盟國，像是美國的盟國阿聯、沙國跟卡達哦。首先，為什麼這些國家那麼緊張？就是因為他們看到了這個受害者就是科威特，一周之內哦，可以看到2度發生了攻擊，都是瞄準科威特的國際機場，也摧毀了當地機場的雷達，導致科威特緊張到一度只好關閉領空。所以呢，阿聯就率先轉向了。本周他們就會跟伊朗的高層來進行這種比較緩和情緒的一個會談。那這也是這個美以對峙以來哦，雙方首次的高層的一個會談。阿聯心裡面一定很明白嘛，伊朗現在戰力在快速的恢復當中，不管是我們先前談到的地下城，或者是其他的武器等等生產，那再來就是伊朗擁有9000萬的人口，它的飛彈、無人機、革命衛隊的力道都還是非常的強的。另外2個國家現在呢，也已經跟這個伊朗談過的，就是剛剛特別提到的沙烏地阿拉伯跟卡達。那這一些海灣國家現在的想法到底是什麼？酈將軍怎麼看？昨天晚上這個川普說快要達成和平協議了，我算了一下哈，從開戰以來，這是第39次講哦，他幫他統計，現在已經前天是第38次，現在第39次哈，可是講了39次，看起來好像都沒有達成協議哈，達成和平的協議。所以這場戰爭很明顯的，不只是我們看破川普的手腳，我相信這個阿聯酋這個海灣周邊的國家也都看穿川普的手腳。大家很明白，你就川普就是想抽腿，不想打這場戰爭了嘛。可是你現在抽腿，你如果說你貿然的開戰下去，這個戰爭不是說你想走你就走，就算你想走，現在很明顯的伊朗就拖住你的後腿，借着幾次的零星攻擊將你這個後腿拖住。為什麼伊朗要採取零星的攻擊，將你拖住在這個戰場的泥淖裡面？你必須要答應我的條件。大家回想一下，
當初這個美伊開戰的時候，美國跟以色列去偷襲伊朗的時候，美國當洋洋灑灑列了很多的戰略的目標，包括到要推翻伊朗的這種政權要更替，然後要推翻要这個伊朗不可以跟他的這個周邊地區的武裝盟友結盟在一起，還有濃縮鈾等等問題。但是大家記不記得伊朗的目的是什麼？作戰目標是什麼？我提醒大家，伊朗那時候作戰目標，大家回頭去看都記得他講，我一直記得他戰略目標是什麼，就是你美國要退出波灣地區。不可以在這個地方有任何的軍事基地，然後海灣周邊國家要把美軍趕走。我想，如果說大家有記憶的話，還記得這個目的。那現在如果說當阿聯、沙烏地這些這海灣周邊國家都紛紛的在跟這個伊朗自己私底下接觸，拐過跟美國的灣，跟這些國家接觸，那試問一下，伊朗是不是達到他的戰略目標？我必須要講，真的達到了。那代表什麼？伊朗在最起碼他在戰略上獲勝。哦。那為什麼這些國家開始要跟伊朗恢復接觸？我提醒大家一下，其實阿聯在開戰之初他被攻擊的最慘，他將近挨了3000多枚的，包括導彈跟無人機。那甚至在伊朗國土裡面也發現伊朗的這種阿曼阿聯的無人機曾經去協助美軍攻擊伊朗的目標。但為什麼現在反而他們結合在一起？我覺得這些周邊國家很清楚一件事情，所有國家都在你這場戰打了到今天是第104天很明顯的就是說我的國土都在你伊朗的武器的射程之內，那我也是你搬不開的這種鄰居你這個一直在那邊，如果說持續跟你交戰，那倒霉是我因為你的無人機、你的導彈對我來講都隨時可以構成威脅。那我國家還不要發展建設？你要知道，周邊這些國家現在積極的，當然第一個是他們能源設施。我們看到，如果說能源設施被打的話，那你根本這個你煉油產業就做不了，這是第一個，對他國家經濟很大一個傷害。第二個，你知道這些國家現在正在轉型，轉型做什麼呢？他希望能夠將中東地區打造成一個金融的重鎮。第二個是科技的重鎮第三個，他希望發展觀光旅遊。我們看到阿曼這些都是觀光旅遊很有名。那這場仗一打下來，我們看到第一個垮掉就是旅遊業垮掉嘛，飛機不敢飛，旅客不敢來，然後很多的包括美國在這個地方的科技公司都遭受到攻擊。所以說，伊朗他有他攻擊目標有他的一個戰略性的一個思考，我就打你這些目標，讓你國家以後不能，如果說你不跟我和談來講的話，你就不能發展你的科技、金融、觀光等，還有列印各個產業。所以我們現在很明顯看得出來但是他們也看得出來，這個美國川普想要抽腿，也沒辦法再提供他們這個國家的安全的維護。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他為了求得自保，他必須要跟這個搬不走的鄰國，也就是伊朗，自己跟他們打交道，尋求一個和平的協議。好，所以海灣國家現在等於是自己尋求自保，先不要說這些產業還希望能夠發展，不管是科技、金融、煉油等等，現在連安全的問題都已經是最大的一個問題了。所以呢，他們也只好自己想辦法那另外一方面，當然了，这些海灣國家也看到了說，確實美國現在沒有辦法保護他們的另外一個重點，就是因為呢，美國的彈藥真的已經消耗到非常非常多了，尤其是飛彈的庫存消耗的量已經佔庫存的1/2了。另外呢，來自於路透社也做了一個報道說呢，確實，現在川普其實非常的緊張所以川普政府最快在下周會在白宮這邊召集的是美國的軍工企業高層來討論說，我們武器應該要趕快來加速生產這已經是今年的3月份以來第2次的緊急會議了，可以看得出他們的緊張程度。所以呢，現在也五角大廈直接列出了說，要加速生產的武器有哪一些？我們來看一下 CG 包括他說呢，愛國者的飛彈產量要提高3倍，薩德系統的這個產量要提高4倍，戰斧的巡弋飛彈跟中程空對空飛彈的產能也要同步的一起來擴產。好，這計劃是定得很大，但是呢，洛克希德馬丁已經最新表示了，他們認為說確定無法如期交付，因為真的現在供應鏈卡關生不出來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沒有那麼簡單，我認為不容易達成。我們可以看了這個愛國者美國的年產量是600枚，你要提高到3倍，你要增加到年產量是1800枚。那你的這個薩德系統，它每一年只有產90枚，你現在要提高到4倍的話，就是400枚。它每一年大概是96枚了，12個月，但是你要年產量要增加到4倍，就是400枚。
我們所說的薩德，因為薩德常用，這一次在這個中東戰爭，這個伊朗的無人機也好，伊朗的導彈也好，還包括伊朗的巡弋飛彈，一過來，薩德馬上出去，這一打的話，那消耗量很快的，那它一年就產100枚啊，96枚而已嘛，就算100，那你看消耗量會多快？對，那也包括戰斧巡弋飛彈，它每一年產的是600枚，你要加速生產，還有的就是 Emray 120洞，就是我們講的中程空對空飛彈艾米120洞。它每一年是產1900枚，你也要叫它再加倍成長，其實2倍的話就3800枚。我認為美國現在是這個供不應求，入不敷出，是沒有辦法。我認為要加班沒那麼簡單。一般的傳統炸彈就2個，一個彈頭，一個彈體，一個彈頭，沒有了，這是傳統炸彈。但是現在你剛才講的這4種全部是精準制導武器，它就分為5段，一個是這個導控段，導控的導引跟控制就導控段，另外一個彈頭。還有一個目標探測，就前面那個 seeker 啊，目標探測那是 seeker 也要。後來的推進，你後面再噴啊，那個推進段，最後面還有一個彈體段。你看看這個5段要合在一起，這才叫做精準制導，少一段都不可以。你跟那個以前的傳統的2段，你這個是5段，就現在說那這加速生產沒那麼簡單啊。什麼叫加速生產？你的加速生產，你原料夠不夠？裡面都還有稀土的成分，原料夠不夠？這個零件那麼多零件，你少個零件，這個彈沒辦法完成。而且不是美國一個公司，你看包含波音公司、這個雷神公司、奇異公司、格鲁曼公司、諾斯诺普公司，全部它是總成，它的零件都向外面買的。波音公司、這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它是總成，它有很大部分零件是自己做，但是還有其他零件是其他的，大家來分工，是總成。你總成，其他的給你少一個這個短板，這個主要零件你沒有辦法。而且我們知道，不是我們今天擴廠，我去过參觀過這個軍火的工廠，它每個都是防爆。你不是隨便便我就機器爆，不行，這是防爆，一個防爆，大家各自獨立在做作業，是這個樣子在做的。萬一爆料，就這一件而已，是其他安全，那都是防爆燈、靜電什麼都有，是很複雜的，不是說我要增產，你這些原料、機器設備、人力。還有設施、廠房設施都要很考量，不是說要達成一條邊好容易講很容易，但是要去做達標，達到這個剛才所講的是精準制導武器的彈藥的生產進度就沒那麼輕鬆了。好，謝謝張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